你想过没有？为什么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也有海基洲际弹道导弹，就是没有在空中发射的空基洲际弹道导弹呢？是太难了吗？是的，的确很难。但原因呢，并不止于此啊。因为早在1974年，美国就已经试验成功了。1974年的10月24日，美国空军在打开了一架 C5 银河运输机屁股上面的舱门后呢，成功的发射了一枚民兵1号洲际弹道导弹。虽然它并没有装上核弹头，也只是启动了第一级的发动机，但是这种从空中机动着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方式，本可以为美国的核武发射库中加入新的元素，或者说新的威胁吗？可是他就只那么试了一次之后呢，就再也不见踪迹了。这美国人的脑子里面是进水了吗？要知道，从 F-18上扔下一枚4米长、1吨重的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 AGM-158 是一回事，但是想要扔下的是一枚将近20米长、重达30吨的洲际弹道导弹时呢，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费这么大劲，花这么大代价，实验成功了，却锁到保险箱里面不用了，你说奇不奇怪啊？所以呢，这背后究竟是隐藏了什么秘密？故事啊，我们还要推回到1945年的7月，从原子弹诞生的那一刻起开始说。1945年7月，美国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原子弹爆炸实验，以相当于2.5万吨炸药的爆炸当量，炸开了核时代。4年之后呢，在1949年，苏联效仿，全球的力量平衡因此而改变，也为长达数十年的核竞赛做好了铺垫。到了1974年，核态势已经成为美苏两国政府意识形态冲突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两个国家都在不懈地努力以新的手段利用或者交付核武器。先是原子弹，接下来呢就是更为致命的氢弹了。美国在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而技术稍欠一筹的苏联则在数量上进行弥补。说白了就是你造1枚，那我就造个10枚。虽然精度没你那么高，但即便只有1/10的概率，我也能干掉你了。到了1974年两者之间的差距就这样被苏联人给硬是抹平了。美国的优势呢，不在了。虽然这也只是种感觉而已，你以为美国人真的就知道苏联到底有多少个核弹头吗？并不是嘛，他们只是分析得出来的，然后就开始陷入到被害妄想症当中了。不过呢，这也不怪他们啊，说起来非常讽刺，因为 mad 疯狂这个单词在当时是有另外一层意思的，它正好是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相互保证毁灭的首字母。这是一种一毁皆毁的军事战略思想，建立在假设交战双方都有着足够摧毁另一方的武力，而且一方如果受到了另外一方的攻击，不论理由是什么呢，都会以同样甚至是更为强大的武力呢给他怼回去。结果就是相互保证了对对方的绝对毁灭。既然这样，大家就都会怕他了，也就不敢首先发动进攻了，成为了一种恐怖的平衡。实际上 MAD恰好被认为是冷战变不成热战的重要原因了。不过你看这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叫做平衡，一旦平衡打破 ，MAD 就开始失效了，意味着我可以单方面的摧毁你了。美国人怕的就是这个嘛。一方面，苏联人的核弹呢是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他们不仅多还基本都能动，车载、列车载，甚至还能动用直升机载。吊起来，让他们实现快速的重新部署。再反观美国人呢，一开始由于过于自信基本上都是把自己的民兵洲际弹道导弹装在了固定的发射井里面。如果苏联人的情报足够准确的话，完全是可以在第一波进攻的时候瞄准，并直接摧毁这些无法移动的目标的。美国岂不一上来就直接完蛋了吗？这简直是越想越怕，坐立不安啊！于是时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呢，就想看看能不能从外交途径上缓解这个问题。他准备约上苏联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促膝长谈一番，讨论一下，为了世界和平，咱能不能一起缩减点自己手上的核武器数量？但他也明白嘛，苏联人又不傻，如果看上去好像处于下风的美国人主动把脸贴上来了，那就是实锤的下风了嘛。我干嘛还要跟你妥协缩减自己的核武器库呢？滚一边去！所以在谈判之前自己手上的筹码一定要够多够硬才行啊。既然我们的软肋在不能移动的发射井上，那么就想办法让他们移动起来呗。而且不光要能够移动，还必须要能够移动着把它们发射出去才行啊。这优势不又回到咱们家了吗？好吧，于是五角大楼的当务之急呢，就是尽量找到能够移动它们的方法了。
在看到这张照片之后呢，他们两眼放光，这个比右下角的大力神还要大了 N 倍的大家伙，不就是最好的选择吗？从 C5 银河运输机的屁股后面把洲际弹道导弹给发射出去，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哦。尽管也是个疯狂的想法，但是这可是在冷战时期啊，这儿最不缺的就是疯狂了。毕竟整个战略思想都是建立在 MAD 上面的嘛。好，那我们就来说说 C5 这架运输机了。它从一开始呢，就是为了装而存在的。虽然也有装逼的意思啊，但更多还是用来装货的。尤其是要装下当时美军最新的9米长、50吨重的 M60主战坦克了。于是它的货舱空间呢，就来到了惊人的1000立方米了。这个好像没啥概念，对不对？那就换一个啊，其货舱的长度达到了37米，比莱特兄弟第一次飞上天的距离还要远呢。但其实呢，这还不是最夸张的啊，在它那巨大的黑洞里面装下超过100吨的货物之后呢，居然还能够轻易的飞上天空。所以从技术上来讲，用它装只重30吨的民兵1呢，实在是有点大材小用了。挤一挤，我给你装一捆都是可以的。但重点是啊，装一捆能发射得出去吗？对了，真正难的地方在既能装得进去，还要能放得出去啊，并且在放出去之后呢，还得必须要点燃飞得过去才行。国务卿的时间不多了，他只给了五角大楼90天的时间。于是好莱坞电影里面的情节在现实中上演了啊！直升机在凌晨时分呢，突然停在了教授家的草坪上，耷拉着眼皮的教授不情愿地爬进座舱后，发现怎么这儿还有几个没睡醒的家伙呢？专家小组开始紧张的工作，试图验证从 C5 上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是可行的，或者为什么就不可行呢？好吧，一个非常明显的挑战在于啊，他们还从来没有从 C5 上空投过这么重、这么大的东西。应该说一个这么重这么大的完整的东西，虽然有过成功投下将近75吨重货物的经验，但那是被分成了4批投下的，每一批呢也就不到20吨重了。采用的方式也很特殊，在推不动的情况下呢，他们是靠打开后舱门释放出阻力伞，把货物的相对速度减到比运输机更慢后自己给滑出去的。通常情况下，这些货物的长度呢都很少会超过8米，而民兵洲际弹道导弹的长度则是20米，加上滑车等附件之后呢，不可分割的重量也已经翻到了30吨了。这就带来了几个严重的问题啊。一是太重之后，如果阻力伞未能够将它们成功的拽出货舱， C5 的飞行平衡将被打破，导致失控坠毁。二是即使成功拽出货舱了，但突然损失这么大的质量也会打破飞机的原有平衡嘛。如果飞行员的调整不够及时的话，也有坠机的危险啊。最后，由于它太长啊，所以很有可能在拽出时呢，导弹的头部下倾过多，尾部就直接顶在了货舱的顶上，把飞机给卡住，造成坠机。说实话，能够成功的窗口实在是小得可怜啊。但这帮专家揉完没睡醒的眼睛之后，还是给出了积极的评估。虽然风险很高，但如果我们操作得当的话，还是可以做到的。好了，有这句话就行了，那咱就试呗。从1974年9月6日开始呢，这样的测试一共进行了10次。前7次呢，分别往下扔下的是越来越重和越来越长的模拟载荷，后3次就玩真的了，扔下去的就是真正的民兵1了。不过扔下去又让它点火飞起来了的，仅仅只有最后1次而已。虽然所有的测试载荷都不会带上核弹头，但跟我们之前讲过的一样，依然风险重重啊。从 C5 上减掉30吨的重量，会迅速改变其重心，使飞机几乎立即向上和向前倾斜。如果飞行员未能保持控制，即使成功投放，也可能会带来灾难的。当然，相比起来啊，与43500吨当量的世界末日一起飞行在未加压后舱的机组人员面临的危险就更大了。实际上，他们在整个部署期间呢，都必须要佩戴个人氧气罐，以抵御稀薄的空气，并无数次面临更加险峻的环境。为了确保 C5 在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后还能平安地飞回基地，他把导弹的投放高度呢设置在了6000米。当导弹离开飞机时，第一级发动机上的定时引信呢便开始进入倒计时了。连接在头锥上的降落伞呢会使它头从上往下掉，在掉到大约2500米高度时呢，发动机点火，先是阻止其继续下落，接着便是推动着它开始跨越大洲的旅行了。好像听上去也不是很难，对不对？但是在测试中呢，失败率竟然高达33%。前9次测试呢，只成功了6次。有降落伞被撕裂后，导致测试载荷直接以自由落体的方式坠地的；有刚刚离开货舱后呢，测试载荷就直接在空中散架的；还有的是因为一个阻力伞的力量不够啊，拉得不利索，卡在半截，差点就把 C5 给搞坠机了的。没有最刺激，只有更刺激。
就这样啊，时间来到了离谈判日只有1个月不到了。虽然压力巨大，但工程团队呢还是给顶住了。他们又对导轨进行了改进，还增加了一个阻力伞，然后决定进行第10次，也是第1次真正会点燃导弹发动机的测试了。如果成功，就代表着空基洲际弹道导弹他们是可以玩的转了。当然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做到了。消息第一时间当然传到了基辛格的耳朵里面，然后呢也很巧妙的让苏联人知道了这事儿，谈判的主动权于是又回到了美国人的手里面。到了今天啊，最新一代的 C5M 甚至可以同时装下3枚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可你还能听到关于空基发射的任何一点消息吗？它就这样在第10次发射后呢被彻底埋藏了起来。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啊。虽然美国人发展出这种发射方式的初衷是为了应对当第1波核弹互射自己的发射井被摧毁后呢，还能有发起第2波还击的能力，但是它同样也具有令人生畏的第1次打击能力啊！如果将这种对方无法应对的首次打击能力引入到相互保证毁灭的脆弱核生态系统中来，很容易就将原有的平衡给打破掉了。有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就是没有了安全感的苏联人干脆就首先发起核攻击嘛。美国不照样充满危险吗？好了，这个呢就是今天的故事了啊！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舰载机会降落航母吗？会的啊！如果你拥有太多航母的话，美国海军的传统规定，当飞行员错误地将自己降落在了一艘错误的航母上时，该舰的机组成员呢，应该尽最大努力保持低调，以免让这位粗心的飞行员感到尴尬。然而，规定算什么啊？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你都上了我的船，那还不得一切由我说了算？所以通常航母上的水手们呢，是不会让这架跑错的飞机空着手回去的，是空着身子。他们会在他的机身上涂满各种恶搞的话，比如这架原本属于珊瑚海号航母却误降在了胡风号航母甲板上的 F2H 女妖战斗机，就被划去了 Navy 的字样，涂上了你怕不是属于空军吧？既把飞行员羞辱了，还顺便黑了一下空军。这架误降在约克镇号航母上的黑豹战斗机呢，也很惨，被涂满了战斗女士着陆、笨蛋、路障等字眼。这位倒霉的飞行员的表情里面呢，真是万马奔腾啊！甚至他们就连盟友的飞机也不放过，把人家的皇家海军涂成了殖民地海军，一不小心把老底给人家揭了。在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最后一场战斗中，米勒上尉和队员们已经用光了弹药，但德军还是在向前逼近，怎么办？此时呢，只见瑞恩拿起一枚迫击炮炮弹，拉掉弹头上的一样东西，然后用力磕了一下，递给米勒上尉。米勒上尉随即将其扔出，砰的一声，炸得德国人血肉横飞。所以迫击炮炮弹真的是可以像电影当中这样临时被当成手榴弹来使用的咯。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答案是，尽管看起来像是做了戏剧化的处理，但事实上电影中的这种60毫米迫击炮炮弹的确是可以在磕一下之后当手榴弹扔出去的，而磕一下的目的是为了解除炮弹的保险。二战当中的美军使用的 M2 迫击炮炮弹上面装着的都是一种称之为撞击式引信的非延式引信，它被设计来只要是撞到了坚固的表面就会立即爆炸，比如装甲、建筑物、岩石等等。但有的时候战斗会发生在踩得稀烂的泥地里面，迫击炮炮弹在落到了软塌塌的淤泥当中之后，撞击的能量被有效吸收，很有可能就不会触发引信爆炸了，这可不好啊。所以结果就是 M2 的撞击式引信被设计得非常敏感，只要稍微有点冲击呢就会爆炸。但为了防止还没有被发射出去就被撞炸，炮弹上于是就设置了2道保险：安全插销和惯性击针保险。它们正好对应电影中瑞恩手上的2个动作。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它们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当安全插销还没有被拉下时，它的一头会插进惯性保险 A 的这个孔里面，限制了惯性保险的运动，所以此时不管怎么碰撞，甚至是将其丢到发射筒当中，迫击炮炮弹都是不会爆炸的。当拉掉了保险插销之后呢，惯性保险的运动限制就被解除了。随着炮弹滑入发射筒，与其底部发生碰撞，惯性保险 A 就会很自然的在惯性作用下后坐，使被 A 卡住的 B 横向弹出，而一开始被 B 挡住的 C 也就可以向前弹出了。于是本来是错位的击针 D 发火孔 F 发火筒 E 变成3点一线对齐了。当炮弹触地，击针就可以随着惯性顺利的穿过发火孔，刺破发火筒，引爆炸弹了。整个过程有点像是
是层层倒下的多米诺骨牌，看起来很复杂，但是最重要的是倒下的第一块骨牌，在这儿呢就是那个惯性保险 A 了。既然解除它要的只是惯性，那么不管是让它滑进炮筒，还是用手往下一磕，都是可以的。这是二战当中的迫击炮炮弹。让我好奇的是，如果米勒上尉穿越到现在，用今天的迫击炮炮弹，还能够像这样操作吗？答案是不能了，因为上述的这种引信已经被淘汰了。它虽然工艺简单，可靠性好，但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那就是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是的，有的时候发射要受潮，或者是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炮弹出膛没有飞几米就落地了，它也是照样会炸的，并没有区分敌我之说。那该怎么解决呢？向航空炸弹学习嘛。大家还记得我在这个视频里面讲到的炸弹上的小螺旋桨吗？跟这个类似啊。现代的迫击炮引信当中装着的是可以旋转的涡轮。当炮弹发射出去之后，气流会带动涡轮旋转，然后旋转的涡轮再带动下面的线圈发电。只有当涡轮转够了一定的圈数，发出的电到达了一定的电压，才会让电磁装置解除保险的。这个时候的迫击炮炮弹就相当安全了。只不过呢，咱们的米勒上尉可能就要失望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1985年的巴黎航展上，一台形似外星飞船的奇怪玩意儿正在通用电气的展台上供人们参观。它的前部呢长得像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喷气式发动机的进气口，但后部却直接就长上了两排直径为 3.6 米的弯刀状螺旋桨叶片。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它到底是喷气式发动机呢，还是螺旋桨发动机呢？实际上都不是，也都是。通用电气管它叫做无涵道风扇发动机，跟它站在一起大声吆喝的是波音。它号称装上这台发动机的波音7J7将会在2500天内飞上蓝天，提供跟新型空客 A320 一样的载客量，但油耗却只有对方的一半。结果很明显啊，要不是看了今天这期节目，相信咱们大多数人是既没有见过这台发动机，也没有听说过一架叫做7J7的波音客机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有关他们的故事。尽管如今早已被历史遗忘，但这台全称叫做涡轮桨扇式的发动机，在1980年代那段短暂的时间里面，却被当成是航空业的救世主一般的存在，并且大有格调涡轮风扇发动机，也就是我们现在最常在客机的机翼下方见到的那种很容易被直接叫成是喷气式发动机的那个发动机的命，标志着螺旋桨叶片的全新回归。这一切的起源某种程度上跟两场发生在中东的战争有关。1967年以色列吞并周边阿拉伯邻国的6日战争和1973年阿拉伯人反击的赎罪日战争。之后呢，阿拉伯世界针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原油禁运就开始了。这样的结果就是一夜之间燃油的价格被推上了新的高度，而重度依赖燃油的航空业也因此遭受了惊人的损失。里应外合之下，反倒是为技术救场做好了铺垫。这下我们就要来说说航空发动机了。其实不管是前面装着螺旋桨的涡轮螺旋桨发动机，还是前面装着风扇的涡轮风扇发动机，或者是前面啥也没有，只是靠尾部喷气的涡轮喷气式发动机，其驱动的核心呢都来自于涡轮，但推动发动机向前的力却来自不同的部分。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其向前的力几乎都来自经过螺旋桨并被螺旋桨加速之后向后推出去的那部分的空气。至于经过发动机核心从涡轮喷出去的热气嘛，可以看成完全就是燃烧之后产生的废气了。涡轮风扇发动机则不太一样啊，从它前面那张大嘴进到发动机里面的空气呢，会兵分两路，一路避开中间的发动机核心，不会经过涡轮机，而是通过四周的旁路绕到发动机尾部喷出去；另一路则会经过压缩机、燃烧室、涡轮机之后呢，变成热气喷出来。两者混合在一起形成发动机的总推力。那么在其中谁的贡献会更大呢？不是中间经过了加热的热空气，因为它的主要作用其实是为了让发动机前面的风扇和压缩机转起来的。真正出大力的是风扇扇出来的旁路空气。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简单的叫客机上的发动机为喷气式发动机了吧？真正只有利用喷出来的热空气来推动自己前进的，才叫做涡轮喷气式发动机。通常它是装在战斗机上面的。好了，这是工作方式的不同。那么工作效率呢？也就是烧同样多的油，谁干的活更多呢？工程师打一开始就知道，超高效涡轮发动机的秘诀在于极高的旁路比。这个比值描述了发动机风扇向后驱动的冷气量与从发动机核心流出来的热气量的比例。
不难看出来啊，螺旋桨的比例最高，而喷气式的比例最低，所以使用螺旋桨是最省油的一种方式了。在那个油价高的让航空公司无法承受的年代，你说他们想不想把客机上装着的涡轮风扇发动机给全换掉呢？当然想啊，这可省下了一大笔钱啊。但螺旋桨有个问题，它飞不快。因为当它想要飞快时，就要把螺旋桨旋转得更快，而螺旋桨转得更快时，它的尖端切割空气的速度就会更快，快到很容易就超过音速了。而一旦超过音速，就会在这里产生激波，使螺旋桨的效率直线下降。所以，尽管有颗澎湃的心，但无奈也只能以每分钟几百圈的速度慢悠悠地往前晃了。你说已经坐惯了速度更快的喷气式客机的乘客，还愿意倒退回去吗？矛盾这可就来了啊！用螺旋桨嘛，效率高省钱，但速度慢没市场，这可怎么办啊？这种情况呢，就是工程师们最希望看到的啊，有困难才能体现出价值嘛。于是在这个时候，螺旋桨制造商汉密尔顿标准公司的工程师们提出了一个比较激进的螺旋桨设计方案。简单来说呢，就是一种弯刀状的螺旋桨叶片，目标是使安装着它的飞机能够与喷气式飞机对抗，以更接近音速的速度来飞行。这就催生出一个叫做先进涡轮螺旋桨的项目，而后演变成2台实际的发动机，一台就是我们先前已经见过的通用电气 G136， 另一台则是由普惠、汉密尔顿、埃里森联合研制的 578-DX。它们其实长得很像啊，都是把2排对转的弯刀状螺旋桨装在了发动机短舱的后部，然后再把发动机装在飞机的尾部，而不是机翼下方，以便为螺旋桨的旋转盘留出空间，并将发动机产生的噪音排除在机舱之外。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对转的螺旋桨是如何驱动的。578DX 的方案比较传统，依然是采用齿轮变速箱来连接涡轮与螺旋桨的，而 G136 则大胆得多啊，他们认为用齿轮来连接既增加了发动机的重量，又增加了平时维护的成本，还不如将2排螺旋桨直接锚定在涡轮叶片上来得简单高效呢。咱们可以这样来简单理解啊，在通用电气的方案里面呢，其实螺旋桨就是涡轮叶片，涡轮叶片就是螺旋桨，只不过是把涡轮叶片放了一部分到发动机外壳外面，再换了一件马甲而已。这个可不要小瞧啊，它在传统的涡轮发动机里面是无法实现的，因为通常涡轮叶片会分很多级，每一个旋转级后面都会跟上一个固定不转的级，它叫做定子，目的是阻止气流因为前面叶片的带动而产生旋转的流动，让它在击中下一个涡轮级叶片时拥有正确的角度，以便更好的传递出力量。不过这样的设计就会让整个涡轮机变得大起来，而通用电气的天才设计则去掉了其中的定子部分，只保留了交错旋转的转子。也就是说，每一级叶片的旋转方向与其上游和下游叶片的旋转方向都是相反的，各级之间的相对速度增加了1倍，因此效率变得更高，发动机能够做得更小，2排对转的螺旋桨叶片也能直接挂在涡轮叶片上面了。波音公司认为这台发动机简直是太酷了，所以当即决定采用，并准备用它来将原本装在727上面的涡轮风扇发动机换掉，变成797，然后抢下空客 A320 的市场。但一项革命性的技术真的就能激起一场革命吗？并不一定啊。尽管桨扇发动机绝对算是当年的黑科技，但留给它的时间窗口太短了。很快，当油价回落之后呢，波音摸着自己的口袋想，要是把发动机全都给换掉的话，这得要掏多少钱出来啊？这事儿还是缓缓吧，一缓啊，快半个世纪过去了。最后用通用电气前商务运营经理的一句话来作结，如果燃料变成每加仑$1的话，他们又会吵着要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歼20和 F-22谁更厉害啊？昨天看了一个帖子，老外也是挺有意思的啊。把他俩从作战半径、机身布局、机动性、隐身性、攻击性和生存能力等等方方面面都做了很多详细的比较。但其中有一个我觉得他提供的思路呢，我是挺认同的啊。他说，与其关注飞机本身，不如去好好的研究一下这2架飞机所依赖的主要的空对空武器，就能够知道他俩斗起来谁会占上风了啊。那2者的主要空对空武器是什么呢？是长度超过了4米，射程估计能够达到300到400公里之间的霹雳15导弹，和长度只有3.6米，射程只有110公里的 AIM-120导弹。
这两种射程差异明显的武器啊，就彻底将歼20和 F-22给拉了开来。前者是干什么的？那是在防区外远距离的狙击高价值的空中目标嘛，比如像鹰眼预警机和空中加油机等等。其他的战斗机呢，根本就入不了它的法眼，因为一旦那两个关键的东西被打掉，战斗机就等于是 game over 了。而后者 F-22是一架传统的空中优势战斗机，其目标呢是为了击落跟它有着相似射程的战斗机，比如 F-15等等。为什么就不能打远点呢？因为它装备的 AM-120中程空导弹比它早了10几年服役嘛。这样的分析有问题吗？理论上还真的是站得住脚啊。因为虽然鹰眼的眼睛真的很雪亮，但是看隐形战斗机还是有点白内障。于是歼20就可以在不被它发现的情况下呢接近它，这几乎就消除了鹰眼的全部优势啊。要知道它的生存全靠能够比敌人更早的发现敌人，才能给自己的队友 F-15和 F-22先发制人的优势嘛。好，这下先发不了了。在他还无法跟踪到歼20的时候呢，一枚霹雳15已经以4马赫的速度上路了，他能躲得掉吗？很难说啊。机动就不要想了啊，这是一架1960年代设计的大型慢速螺旋桨飞机，剩下的虽然干扰弹可以尝试着用一下，但霹雳15还可以切换到红外嘛，照样能够打得准。Game over 好像是稳的呀。那好 ，F-22退下换 F-35上来呢？是的啊，它可以用同样的战术先干掉咱们的预警机嘛，凭着自己很难被发现的极小的雷达反射截面。但是它还是只有 AM-120可以用啊，还是要比歼20要更加接近对方的防区才行啊。这个呢，就是一个严重的风险了。歼20鼻子上面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它不是摆设啊，它呢，也许就能够发现它了。好吧，这么厉害，肯定有朋友表示不服啊。我理解并尊重啊，要知道这就是纸上谈兵罢了，属于吃瓜群众的娱乐项目，谁说的都不见得是对的呀。国际空间站前段时间比较麻烦，因为它漏气了。不过最新的消息是，漏气的位置已经被宇航员们找到并且修补好了。这个本身倒没什么好说的，有意思的是他们用来找到漏气点的方法和用来修补的工具，相比起这台造价达到1600亿美元的高科技产品而言，实在是反差太大了。因为他们靠的是一袋茶包。我是百科全书火箭树，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说来有点不可思议啊，但其实国际空间站一直以来就存在少量空气泄漏的，所以需要不断的用混有氧气和氮气的高压气瓶来补充损失的空气。本来这样呢，相安无事，谁也没有想着要去把漏气的问题真正解决掉。直到最近漏气的速度翻了5倍，宇航员们才不得不想办法要去堵漏了。堵漏的第一步肯定是找漏啊，而在找漏的过程中，立下奇功的居然是看起来毫不相关的茶包。这袋茶包在位于俄罗斯部分的星辰号服务舱被打开之后呢，就在微重力的作用下漂浮了起来。接着宇航员们关闭舱门，用摄像机观察茶叶的漂浮情况，他们看到茶叶缓慢地飘向墙上一处十分隐蔽的划痕，这就说明空气正是从那儿泄漏出去的。好，目标已经找到了，接着就该是采取行动了。你想，好歹这是在太空，好歹它是一台集人类最高智慧的飞行器，总该用上一点什么高级的手段来达成任务吧？但其实他们只是沾了一条胶带而已。胶带茶叶解决了极端环境下最致命的问题，这实在是让我又对身边不起眼的小东西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同时也让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胶带它为什么可以用来粘东西？废话，不是因为它上面那层黏黏的胶吗？那为什么那层黏黏的胶就能把东西给粘住呢？因为它很黏啊。好吧，本质上它是一种力，能够把相隔很近的物体拉在一起的力，它叫做范德华力，得名于荷兰物理学家范德华，是一种分子间的作用力。下面我尽量用最浅显的语言来给大家讲一讲这究竟是怎样一种力，而胶带又是怎么使用这种力的。我们都知道啊，咱们身边的所有物质，包括我们自己，都是由微观层面的原子和分子组成的。原子当中包含带正电的原子核和带负电的电子，它俩所带的电荷正好相等，所以相互吸引也就相互抵消了，表现出了不带电的电中性。分子则是由原子与原子之间通过化学键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所谓化学键是指原子之间由相互交换的电子手拉手牵在一起所形成的一种结合力。它之所以能够让分子保持稳定呢，也是因为静电平衡，没有多出来的正电，也没有多出来的负电，正好两配对，最终表现出来的也是电中性。但是来了，
即使是在稳定的原子和分子当中，电子也是会发生微小的偏移的，从而改变其电荷的分布。这就意味着一个分子的某个部分会暂时带上一定的负电荷，而另一部分则带上了正电荷。于是不同的分子之间就会因此相互吸引，就像是有数十亿个微观的磁铁一样，把彼此吸引在了一起。而这种吸力呢，就叫做范德华力了。不过范德华力有2个问题，一是它仅仅只在2种材料非常靠近的情况下才会起作用，二是它是属于一种分子间的弱相互作用力，所以结合的强度并不算高。但胶带就恰恰把这2者都利用上了。来看看它是怎么做的啊。胶带通常都包含一个基底层，在基底层上面呢涂着2样东西，一样是提供弹性的橡胶聚合物，或者是其他类似橡胶的富有弹性的聚合物，你只要把它想象成果冻就可以了。另一样呢是提供粘性的，称为增粘剂的化合物。2者组合在一起呢，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粘弹性材料。胶带的粘性大小就是由这2者的比例，它们涂在基底层上的厚度以及基底层所使用的材料决定的。当胶带粘到物体表面上后，是不会发生任何化学反应的。相反呢，起作用的是一个物理过程，柔软的粘弹性材料流入到物体表面极其细微的缝隙和凹槽当中，将这些地方填满。与此同时，也让自己的分子与物体表面分子之间的距离近到了足够产生范德华力的程度。在范德华力的拉拽之下呢，胶带自然就不容易从粘上去的地方揭开了。不过正如我们一开始说的，这个力呢就是一个弱相互作用力，所以你要是稍微用点力的话，还是可以把胶带给撕开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可逆性的连接方式。说到这儿呢，我就想到了硬币的另一面502，这个彻底不可逆的家伙又是用什么方式来粘东西的呢？实际上它靠的也是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只不过这次换成了强相互作用力氢键。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分子间的静电吸引力，存在于一个分子的氢原子与另一个分子的氧原子之间，而它的产生也与电子相关。就拿最简单的水分子来举例啊，其中的氧原子是一个贪婪的电子收集者，它霸道地将本该与氢原子共享的电子扯向了自己一边，这就使得氢原子带有一定的正电荷，而自己则带上了一点的负电荷。因此不同分子中的氢氧原子就会互相吸引，形成所谓的氢键了。这种氢键的聚合力非常强，所以非常适合用来做胶水。这么说起来，水本身就含氢键，所以也很适合用来做胶水咯。是的啊，这就是为什么2个塑料片上沾上水之后就不太容易分开的原因了。当然咱们也不能忽视气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过水会蒸发，蒸发完之后粘性就消失了，怎么才能让这样的粘性一直保持呢？就得要固化了。比如把其他含有氢键的分子，一般都是高分子，溶到水里面或者是其他溶剂当中，等水和其他的溶剂蒸发之后呢，留下来的就是固化后的粘合材料了。我们办公用的胶水，或者是木工胶水，甚至是以前人们用的面糊之类的，都是这种类型。当然也有不是靠蒸发，而是靠发生化学反应来固化的胶水，比如经典的 AB 胶502等等。尤其是502，很奇葩的是，它变更并不是挥发了其中的水分，恰恰是它原本不含水，而是要跟粘接物体表面的水分发生化学反应后才能固化。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希望它能让你在下一次撕开透明胶带时有一些不一样的体会。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有趣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战列舰的甲板应该跟坦克的顶部装甲一样，要越能扛揍越好啊。可它为什么要用木头呢？你看这些照片啊，气派吗？是够气派的呀，但气派就能挡住406毫米粗弹头的轰击吗？气派就能改变木头它易燃的天然属性吗？气派它就不会发霉腐朽吗？别说，这些还真能办到。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二战时战列舰和航母上普遍使用的木头甲板。首先，它为什么要用木头呢？难道用更加坚固的钢材就不香吗？答案其实很简单啊，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它导热慢啊，可以非常有效的防止在太平洋的烈日下直接变成太平间，把甲板下面的水冰给统统烤熟了。想象一下，夏天里面停在露天的汽车不开空调，你钻得进去吗？可在那个年代啊，战舰上的空调呢，还只是些吹过凉水的风扇而已。是不是凉水还不一定呢？所以就要尽量从源头把热给控制住。相比起金属啊，木头的导热速度当然就慢上很多啦。另外，
航母不仅要照顾下面，还得要同时照顾上面才行啊。在热带地区，甲板表面的温度呢，轻松就能上到60°C，飞机在这种地方停久了，起落的时候呢，非常容易爆胎，所以用温度较低的木甲板呢，就更为稳妥了。用木甲板的第二个优点啊，是它重量轻。早期的航母普遍存在重心偏高的问题，而减少甲板的重量呢，是能够提高舰艇的适航性的。这对于需要起降飞机的航母而言，更是十分重要了。第3点啊，是它更防滑。钢铁甲板再怎么防滑处理呢，还是没有木地板防滑性能好啊。在复杂海况上更是如此。以前海战开始前呢，舱室内或者是站位上没有木甲板的地方，都是要提前铺上沙子的，怕的就是滑倒所带来的战损了。第4点啊，是相对较软的木甲板呢，比较能够防磕了，尤其是在晒炮弹的时候，战列舰呢是需要定期的把主炮用的炮弹摆放在甲板上晾晒防潮的。这玩意儿又大又重，一个稍不留神，手滑流下来磕到甲板上了，你是心疼甲板好呢，还是心疼炮弹好呢？还是我宁愿心疼甲板啊，因为它变点形没啥关系，但炮弹要是变了形，轻则射击时失去准头，重则容易卡在炮管里面发生事故。木头是不是又要比钢铁更好呢？还有最后一点啊，它方便维修嘛。轻一点的稍微打磨一下就光洁如初了，重一点嘛也是坏了哪一块就直接换掉哪一块嘛，怎么的也要比变了形的钢甲板来得容易许多吧。有的航母呢甚至是没有装甲防护的，甲板下面呢就是一层横梁，遇到被砸坏的情况，只需要把下面的横梁修好，重新铺上木甲板，就可以正常起降飞机了，真正实现了秒复原呐。你说在战场上这是不是一种优势？好了，但它毕竟是木头啊，难道不会更加易燃，也更加容易被海水腐蚀吗？那是便宜的木头啊，这个可是需要生长半个世纪才能成材的柚木哦，是个绝对的奢侈品，穷国用不起，富国也只舍得把它用在自己最高端的主力战舰上。柚木的特点是浮力足、耐腐蚀还驱虫，因为它天然就含有硅元素，所以既不怕海水浸泡，也不怕太阳暴晒，甚至还不惹船驱，可以几十年如一日的在船上服役。就连铁钉都已经被时间熬来锈烂了，它还依旧风华正茂啊。1980年，当美国海军准备重启已经停了10几年的新泽西号战列舰时呢，决定对它的一些木甲板进行修复。但是考虑到柚木既贵还必须要进口，所以干脆就想了一个省钱的招，使用复合木甲板，上层大约2厘米呢，还是使用柚木，但是下面的5厘米却用冷杉木来替代。钱的确是省了啊，但是几十年过去，它就变成这副模样了。当上面的柚木还没啥肉眼可见的变化时呢，下面的冷杉木已经完全锈成了渣渣，还是要整个换掉啊！可见柚木耐用可不是盖的，而且也挺耐火啊。一是这些柚木呢都是经过了防火阻燃处理的，二是就算是烧起来也不可能一烧一大片嘛，铺起来还是相对容易的。好了，理由呢大概就是这些了。最后给你留个问题，你说甲板上可以铺上木地板隔热降温，但是炮塔上面呢？炮塔顶上也是要铺木板的吗？要是不铺的话，靠什么来降温呢？留言告诉我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榫卯结构，我们引以为豪的文化瑰宝，不用一钉一铆就能让建筑物屹立千年不倒。尽管大飞机上的发动机不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我们的榫卯结构却在其中举足轻重。这是为什么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飞机发动机里面的榫卯结构。航天发动机比我们常见的涡轮风扇发动机常常被比喻为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其输出功率十分惊人，小小的一台只有几吨重，却可以推动几十上百吨重的客机以接近音速来飞行。所以想都不用想啊，其内部结构一定十分复杂而精密，每一个零件之间的连接也肯定都是严丝合缝、固定紧密的咯。但你有没有在登机经过它的发动机时，意外听到过从里面传出来的哒哒哒哒的，有点像是金属碰撞的声音呢？就像是这段视频里面的一样。奇怪了，这声音从何而来？难道是发动机里面的风扇叶片松动了吗？没错，就是它松动了。但是也别怕，它本来就是被设计成这样的。作为发动机里面的成立部件，这些风扇的叶片却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样牢牢地固定在发动机上面的，而是通过榫头卡在风扇盘的榫槽里面的。
最妙的是，它卡的也不紧，榫头和榫槽之间留有间隙，所以当风扇慢慢转动起来时，在重力的作用下，每片叶片在接近12点钟位置时，都会向轴心方向滑过去。等快要转到6点钟位置时，又朝与轴心相反的方向滑了出去。于是风扇叶片就在这样滑来滑去的过程当中呢，它们之间的凸台就相互碰撞在了一起，发出了如此这般清脆，或许还有一些瘆人的哒哒声了。这看起来还不如我电脑机箱里面的散热风扇来的牢靠，居然可以把我们带上云霄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好了，该到问为什么的环节了。先给大家5秒钟的时间想一想，猜猜看为什么航空发动机里面的风扇叶片要这样松垮垮的装在一起呢？5、4、3、2、1。好，下面呢就看看你猜的是否正确了啊。首先，连接起风扇叶和风扇盘的榫卯结构叫做重塑型榫卯，因为它看起来确实是很像一棵重树，即冷杉树的外观，呈现出一个有齿的 V 型。榫头和榫槽之间有着明显的空隙，可以方便榫头在一定范围内自由的滑动。当发动机开始工作之后呢，随着转速增加，离心力也开始增加，于是就将每一片风扇叶片往外拉，也使它们的榫头在各自的榫槽里面往外移动。那么每一片叶片的榫头往外移动的量都是一致的吗？不一定啊。由于在一个盘面上，每一片风扇叶片的对面都有另一片与之相对的叶片来平衡离心力。让我们想象一下，假如左边这片叶片 A 上面被一个小石子刮了一下，稍微损失了一点点的质量，而与它对称的右边的叶片 B 则相当完美。这个时候，如果风扇快速旋转起来，两边的离心力会一致吗？不会。完美叶片 B 受到的离心力显然会比伤残叶片 A 受到的离心力更大一些，于是这样并不平衡的力就会把风扇盘面的重心拉离了它的中心，也就是拉离了旋转轴的位置，这时震动就开始产生了。而机械结构都怕震动，震着就把自己给震散架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工程师就设计出了这个神奇的重塑型榫卯。A 不是受伤变轻了吗？于是在转起来之后就多在榫槽里面往外滑动一些，而 B 则会自动少往